跟演唱会确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典礼这一周突然来个台风，那我们说对，可能某个表演不会出现，怎么办？然后所有行程都打乱。不需要，赶快吃饭，麦当劳，谢谢。11月2号没有要延期的，除非真的有特殊状况，那也可能是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他才通知的。明天开始的交通禁止骑车，都是计程车。是照原定计划踩，谢谢。导演组在处理颁奖典礼跟演唱会不太一样，是他必须了解每一个典礼的气质这件事情。对，那在了解的过程里面，从前期的筹备，然后在7段表演的设计里面，执委会跟顾问都会有一定的想象。那我们等于是就我们的经验值提供一些想法，媒合进去，甚至把有些方案给文案优化出来。导演值比较像是在整场演出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把流程顺完了，每个都很顺畅、非常完美的发生之后，其他各个单位成就了这个完美，那导播团队是怎么样捕捉这些完美，让观众去感受到？唱出那一个得奖者的名字，他们就要移动了。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先走音乐，我们就顺走。跟演唱会比较不同的，应该是它范围又更广，因为它涵盖到可能颁奖人、主持人、入围者这些，就是都需要去考虑到，比如说入围者的动线、颁奖人出来的动线，然后他们站的位置、为下呈现的方式、摆放的位置，比演唱会要考量的更多，因为可能颁奖人的角色跟平常演唱会只有单独歌手的角色是不一样。全书反正他们会自己带上来，是吗？对，他们会带上，然后会加上。制作组通常会担任的角色，其实就是大家在典礼或舞台上面会看见的事情，就是基本上你们眼睛看到的事情，就基本都是制作组所要负责的范畴。那像是主持人到底要选谁？那这些主持人定位也是制作组会设计的范畴。那其实颁奖人的设定跟台词也都会是制作组要负责去撰写。再来当然就是表演节目。其实一个典礼，不管是任何典礼，最核心的也是最吸睛的，应该就是表演节目。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表演节目的设计也都是制作组要想的。我觉得制作组其实它蛮像是一个就是修理车跟主车的师傅，就是他把所有的零件都把它装上之后推出来，大家看到就是开着一辆漂亮的车，然后在场上奔驰，那会是制作组，这是主要的工作。金鹰奖每年都会有主题，然后像今年就是 Shout Out 呐喊跟 Shout Out to 致敬这样。金鹰奖带出一件反叛的态度啊，让所有音乐人去Shout Out他们自己的人这样。对，简单来说是这样子。金鹰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后台直击，就别人是星光大道，但其实我们是后台直击。那我们会为了这个后台直击做一个比较特别的造景，那每年会依照当年的主题去找金马的美术去做合作，这样，那我们就会把今年的主题给他们，然后把视觉风格给他们。天空标是我们题卷上面的，还是 OK 字幕机压的？那不要，影片都撒影片的时候都不要有天空标。我在前几届都是以主视觉统筹为主，到今年其实我有接了企划，然后就是现场的话是现场执行，然后跟乐乐配合这样。对，我通告组的。对，我觉得主要就是掌管艺人，对，所有的艺人都是我来掌管。今年来说，7段表演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就变成有12组的表演嘉宾，20几组的颁奖人，上百位的入围者。入围记者会又是在中间才会知道，都会在我们邀请后才会知道说，我们今年有哪些又有双重身份，我们可能已经邀请他当颁奖人了，或者是我们已经邀请他当表演嘉宾，到了入围记者会，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他也是入围者，所以他就是有很多身份，然后可能他又是个乐手老师，对，应该是经纪人，是。
王双，你知道吗？王双，看到主。哎，不好意思，等我们一下哈。是那个双法的，他现在在比碗，你们下来接一下，让他上去。好。好，不好意思，刚刚讲。这次在金奖工作的内容就是负责所有台上的所有人要听到的东西，例如说主持人他听到的导演的声音，表演者他要听到的自己乐器的声音。那个 table song 位局2可以小一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会先把所有人的需求先统整起来，例如说乐团他们表演的需求。他们需要听耳机还是听喇叭？导演组他们需要怎么样的 Q 麦 ？OS 旁白老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会先统整起来，然后再把它整合到我的这张控台里面，然后再去分别的去调整成他们需要的样子。成英这边的工作就是把台上乐手跟歌手，还有主持人或是颁奖人的声音统整完，然后 balance 完，然后乐器有冲突的 EQ 我们优化完，再一起送到平台上。让现场的观众听到的声音，如果跟播出的声音有差异性，就是现场的大系统出去的声音跟转播平台上可能出去各家平台的频宽有很大的落差。就是那些频宽会把该出现的声音都压掉。第15届金音创作奖颁奖典礼正式开始，我们要去典礼会场喽！来，进片头喽，片头20秒。控时的原则，不管在典礼或者是有直播类的，就是4个字叫截长补短。那像这一次的金音创作奖比较特别，是它没有 ending 时间的限制，以这一个没有时间压力做，一定要整点打烟火、整点准收，有电视台破口的压力这件事情，如果都没有的话，再来就是它好不好看。就如果说这样子都是一直颁奖，少了2段表演，那这样会好看吗？变成说颁奖的间隔跟表演的间隔要拉长一点点，这个是铺排的一个原则。人转方向不是推台转方向，人转方向。谁把王大师被带走啦？你们干嘛把他抓走？不都从这边上？没有，我们在群组里面有定义啊。通告组有没有人看到康士坦？康士坦去哪了？有 delay 吗？5分钟。怎么样在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环节的衔接点，它是流畅的？那我说的流畅就是，我可能颁奖人出场的时候，他会不会撞到下一组的得奖人？他得完奖，他要回到后台的时候，他会不会撞到颁奖小姐？就是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去反复思考，说这个人的进，这个人的退，那他到底要怎么设计？会颁发了2个奖项，会是先歌曲再专辑，所以顺序不要错了。我们过往就是做典礼，蛮长期的时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乔麦啊、上下来这些的，刚好今年也是顾问就特别重视在声音这一块，所以就是有跟团队就是提出这样的 offer， 是可不可以研发，就是可以升降的。他们就真的研发出来，就是真的是可以依照颁奖或得奖者的身高，那非常友善，就可以调高调低。这个我觉得对于得奖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到最后会看到自己的镜头是很漂亮的，它不会被挡住。那我觉得当然对于声音的品质也会更好。谢谢金鹰奖，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评审。